各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中国的公知啊，现在呢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了。又有一个数百万粉丝的大 V 啊，公知马都公。马都公就有一个节目叫做睡前消息啊，是中国著名的一个这个精美的公知，那就是中国一切都有毛病，美国一切都很完美，美国才是人类文明的希望，就这么一个货，他被抓了。看到了吗？就是近日长宁公安分局破获一起造谣某知名茶饮品牌，就是好像是那个什么霸王茶姬啊涉足的案件。网民任某就是他啊，网民任某就是这个马都公啊。这个马都公到底是个干啥的呢？马都公在中国互联网上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名啊，是个著名的公知，换句话说又是个反贼。马前卒又名马逆、马都公，堪称中文互联网见证领域的旗帜性人物、顶流网红、意见领袖。马前卒的成名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临高启明》的穿越小说，他号称开启了中文网络小说里面工业党的潮流，而马前卒是该书的奥宋元老院核心成员，马逆、马都公的大名正是由此而来。然而，他真正的出圈之旅始于知乎。从2013年开始，马前卒在知乎回答了大量历史学问题，旁征博引，借古讽今，并且经常有超长篇的深度回答。他的知识储备和写作水平对当时的知乎见证圈构成了降维打击，从而毫无悬念的跑步进入了知乎顶级大 V 之列。紧接着，马前卒又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类视频的东风，依托观察者网的平台，以视频直播方式频繁发表自己对时事新闻和宏观经济的看法，很快成长为与沈毅、陈平、张卫伟等人并列的观视频4大台柱之一。与其他见证圈大佬相比啊，马前卒有2个突出优势。第一是有料有干货啊，不像其他人只会翻来覆去的说什么中货最赢，对吧？反正就是赢来赢去，至于具体怎么赢，他们说不出来。马前卒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的。还有第二呢，就是网感好，对年轻人有亲和力，不像很多其他见证大 V 啊，满脸的爹味儿。所以马前卒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极少数从知乎图文大 V 平滑过渡到 B 站视频大 V 的见证圈风云人物。2020年7月，马前卒的睡前消息节目组对贵州独山县水四楼进行了深度跟踪调查报道，由此引发了全网对于贫困地区基建浪费和负债问题的热烈讨论。马前卒由此彻底完成了从见证垂类大 V 到全网顶流的蜕变。然而，马前卒的核心吸引力在于话题敏感、观点犀利，这是相当危险的。而且最近几年，他与主流媒体观点唱反调的时候越来越多，马逆这个称号是越来越坐实了。早在2019年，他在知乎就被永久性禁言，后来再次注册却又再次被封。在 B 站和微博，睡前消息也经常处于薛定谔的营业状态。大家可能还记得，从今年7月到9月，睡前消息工作室主动提出放暑假3个月。当时很多人以为马前卒是不是从此彻底退隐江湖了还好10月份又恢复更新了。这次回归之后的马前卒仍然举步维艰，平均每2期视频就会有1期消失或者被限流。可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以变现难著称的 B 站见证圈，马前卒可能是唯一闷声发大财的人。至今每个月仍有8000多人为他付费充电，峰值曾经达到3万多人。说实话，在充斥着各种低水平暴论的国内见证圈，马前卒可能是唯一的清流了。虽然我不赞成他的很多观点，但还是衷心希望他能长时间坚持下去。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马逆、马都公到底还能够陪伴我们多久呢？B 站的陈瑞叔叔还容得下他吗？你要知道啊，他对着春晚机器人这一块是立马在那边哈气的，对吗？他在那个面对春晚机器人这个主题的时候，他是立马在那边哈气的，说什么人形机器人没有用啊，说人形机器人没有用啊，这边的话就是一种赛博巫术，我靠，真是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反正就是我们这边取得领先的东西，这边就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们觉得，如果他这边开始进入到对于马斯克啊，最近马斯克不是又出新闻了吗？就是那个无人出租车啊，还是什么无人汽车的，大家应该看到了吧？已经有很多博主在那边说了吧？你可能无法相信啊，马斯克这边又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感谢 Forget 温柔啊，感谢 Forget 温柔，大家看了吗？请问，那么对着马斯克的这样一个无人汽车，它是什么一个评价呢？这是不是一种赛博巫术呢？来，我们来听一下啊。马都公的论调啊，大家都看到了吧？中国搞的一切都不行啊，美国才是科技文明的灯塔，人类的希望，就这么个货，你知道吗？而且呢，这个人呢还是非常的狂妄，他竟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胆敢宣称啊，他呢说谁进去。那位说你不是也在油管上这个说谁进去吗？这个家伙跟我不一样啊，我是揭开真相
这家伙是什么？这家伙是利用他自己所谓的大 V 身份去敲诈勒索企业，这不一样。我做的是公益，他做的是敲诈。你往下看你就知道了。有观众提问说，睡前消息节目的老朋友都很难平安活到老，经常是我们聊了一段时间之后人进去了，企业消失了，反而是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做。观众想知道，是不是我们有内线消息故意选中了那些即将出问题的人或者企业来做节目？首先补充一下，睡前消息做到第7年，老朋友的名单还在延长，而且很多老朋友的下场我也没有预料到。比如说南阳的书记朱世熙，我在2023年584期节目提到他的时候，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批评或者预测。这封公开信发出之后，南阳市委书记朱世熙大受震撼，仿佛刚刚知道南阳和襄阳的第3产业水平差了10几年。朱书记甚至在当地的人大会议上发表了公开讲话，向南阳干部羡慕襄阳这种现实问题。当务之急不是让南阳和襄阳一样发达，而是让南阳人可以自由地搬到襄阳或者武汉，享受发达工商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对于南阳地方干部的茫然，我一方面担心地方债继续上升，另外一方面也必须给予一定的理解，这不是一个地级市的干部有资格操心的事情。到了2024年5月，我孩子放假期间，朱书记就进去了。但是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内线消息，相反，我所有的新闻素材都来自公开信息检索。过去10几年，我每天晚上都抽出2个小时整理列表，365天不休。甚至在美国期间，我都要在早晨抽2个小时来看新闻，然后再出门。这中间累积的缺勤时间差不多是几十天，不是因为乘坐的交通工具断网，就是因为躺在医院，所以才能缺勤，被迫让同事远程协助。所以我敢说，2012年以来，我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公开信息。另外一方面，我这个小团队很穷，买不起多少付费内容，现场调研的机会也不多。除了家乡的相关新闻和我做过的地方债领域之外，我得到的信息深度和普通人是一致的。这说明，如果一个地方被我盯上，多半不是因为内线消息或者什么独家新闻，而是多方面的公开信息沿着不同的线路汇集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变质了，你在不同的位置沿着不同的风向都闻到了一丝臭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当然是说明腐烂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对于打扫房间的人，或者说我们媒体人来说，这臭味说明有活干了，必须赶快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但是对于发臭的人本身，我只能说，在社会学概念上，你已经死了，没有抢救价值。所以不是我能够预言老朋友的末日，而是某些人的问题已经透过公开信息，在不同的角度散发味道了。这个时候我再来挖掘问题，给自己增加一个老朋友，在眼看着对方倒台，貌似做出了预言的效果。至于说为什么老朋友都集中在我这里，原因呢就是媒体同行不认真，或者是没有批判精神，或者是他们没有10几年如一日的去积累日常信息，关注每一个看似无聊的官方新闻，所以才让我先发现了老朋友的存在。对于自己的媒体工作定位，我之前说过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包桑鸟，也就是猫头鹰。借着第1000期的机会，我劝老朋友一句话，在发现我这只猫头鹰上门的时候，没有必要再折腾了，不是我很强，而是你已经浑身都是破绽，做什么都是濒死挣扎。在最后的美好时光，把精力都用来给我放假，那还不如写遗书，安排后事，减少一点人生遗憾。是不是啊？这哥们儿是不是在这个恐吓中国的那些企业呀？利用他大 V 的身份，所谓的打假啊，其实呢，那不就是为了背后的敲诈吗？这回到头了啊，他算是踢到了铁板了。中央电视台在315把他给官宣了啊！这个我们要多说一句啊，马督公现在是属于取保候审的阶段。粉碎谣言，真相来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隐蔽却极具破坏力的营商环境污染源——涉企网络谣言。当知名企业被网络大 V 与准毒品等敏感词汇强行绑定，一条编造的虚假信息就能引发行业震荡、企业受损。这样的流量生意正在侵蚀市场公平与网络生态。2025年年底，网络博主任某的几句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让某知名茶饮品牌瞬间陷入了准毒品的舆论风波，造成企业声誉受损、门店销量下滑、消费者产生恐慌。这背后究竟是谁在制造真相来误导公众呢？2025年12月下旬，知乎平台上出现一则关于伪中产阶级的话题讨论。在交流中，网名为睡前消息的任某突然抛出极具误导性的言论，将某茶饮企业的奶茶与准毒品关联，声称
诸如某茶饮企业等高浓度咖啡因饮料，实际上在蹭准毒品的擦边球，只是他们嘴上坚决不承认。奶茶饮品嘛，是绝大多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可能说日常喝的比较多的一种饮料嘛。那么有人居然把那个奶茶和这个准毒品进行了相比较嘛，那么本能看上去肯定会说，那我喝的那个奶茶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本身就可能说会引起一些对这个奶茶不太了解的一些人啊，就说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恐慌。尽管任某使用了准毒品、擦边球等模糊词汇，但将日常茶饮中的咖啡因与毒品直接关联，足以让公众神经紧绷。另外，任某借着数十万粉丝的基础，将争议性话题迅速扩散到微博、短视频等多个网络平台。我们其实一开始发现这个任某发的这个信息，不是直接从这个问答平台上看到的，而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陆续在别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些转载。那些转载里面其实是提及到我们的品牌，然后是跟这个准毒品挂钩的。不光是因为它的传播量非常大，影响面非常广，而且它其实是一个持续可能，包括可能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普通的消费者因为那个事情，他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质疑在这里。据涉事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任某在发布上述言论前，从未与他们有过任何沟通核实，仅凭主观臆断就做出评判，而不实信息带来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线下门店成为受影响最直接的环节。同比可能上个礼拜或者是在前一个礼拜的同一个时间段杯量会下降，有顾客会进店去询问，就是说我这款产品是不是会茶味很重，会不会咖啡因很多，喝了会不会影响他晚上的睡眠。除了线下门店的客流和销量明显下滑，准毒品的不实信息还让企业的品牌声誉受到重创。加盟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产生恐慌和疑虑情绪，不断向企业求证情况。谣言它在不断的变体，比如说A 这件事情，但是它可能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声音的发酵，它可能不断的在这个上面添油加醋，它可能不断的形成新的谣言，所以它就变成了 B 或者变成 C 这样的一些事情。它的这个影响就是持续时间长，然后同时影响深度比较广泛。从擦边毒品到被传成涉毒，谣言的关联性和伤害在不断放大。面对突如其来的舆论冲击，涉事企业在收集相关证据后立刻报警，上海警方也迅速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那面对涉事茶饮企业的报案，上海警方迅速展开对任某涉嫌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调查。围绕相关内容，警方调取了第三方检测报告、权威部门认证文件，结合上海禁毒委的专业辟谣，形成完整证据链。不仅戳穿了任某编造的准毒品虚假信息，更发现这则虚假信息的背后是任某为博取流量精心设计的炒作套路。接到企业报警后，上海警方立即针对任某发布的不实言论展开调查。任某声称其言论依据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相关建议，并且以身边部分工作人员作为调查参照基数，进而得出某茶饮企业的产品擦边准毒品的结论。他把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建议的那个400毫克每天每人的咖啡因摄入量，他作为一个依据。然后呢，他结合他周边的朋友和同事的那个日常奶茶的消费习惯。可能每天每个人要喝2到3杯的奶茶，那么这样算下来呢，的确可能是超过了这个400毫克的建议的这个量。他的认为就是说，奶茶所以说跟准毒品进行了一个关联相比较吧。为了核实企业产品的实际情况，警方采集了涉事企业各个茶饮品类的检测报告，同时查阅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食品安全认证文书。所有证据均显示，涉事企业的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的。还有就是说，我们从那个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这个他们连锁食品品牌的这个就相关这个认证食品安全的认证的这个文书，也证明它的没有任何问题。再者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禁毒的那个权威机构，就上海市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在他们公众号上出了相应的这个辟谣的一篇文章，那么也能证明这个其实他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不对的。针对任某在言论中故意混淆天然咖啡因和人工提纯咖啡因的概念，并且引用相关涉毒案件来佐证自己说法的行为，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也第一时间通过官方账号发布辟谣文章，明确指出撇开剂量谈咖啡因的毒性是不合理的。文章的最后呢，是引用了一篇就是以前也是我们公安机关处理的一个案例，它是属于那个提纯的咖啡因进行一个销售、运输的一个案子。那他把这两个东西进行了一个概念的混淆，然后引起了就是网友在那个新浪微博上的一个大量的讨论。那有一部分的网友呢，甚至还提出了，哎呀，我在那个就是喝了，难道我喝的那些奶茶实际上是在吸毒吗？这种质疑。然后当时呢，就是在新浪微博上，我们也搜索了一下，就是在上海禁毒委辟谣之前的一些负面贴文，浏览量呢已经达到了4000多万。一边是相关话题不断成为网络热搜，一边是被造谣企业陷入声誉危机。警方深入调查发现，在准毒品与涉事企业成为全网热搜话题后，任某还进行了第二轮的推波助澜，甚至还在文中公然炫耀自己的所谓狗哨玩法。这次问题呢，基本上是复刻了他一个就是986期介绍的最低等的一个知乎的狗哨玩法，先造谣编制造问题，造了问题以后上了热榜之后再往回修改。所以呢，实际上他对他自己的这个行为也有一定的一个认知，那他自己也提出了，热度也有了，力度也有了，那驯化读者的效果也有了。事实上，任某这类网络大 V 的炒作套路远不止于此。为了实现流量变现，他们会搭建账号矩阵，通过跨平台引流的方式，让自己的账号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量涨粉，而制造争议、绑定敏感词汇就是他们吸引关注的常用手段。很多的一些自媒体，他为了吸引粉丝参与讨论，他会提出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冲突意见的一些话题，然后在这个话题的基础上呢，他针对某个知名品牌的一个茶饮含有准毒品这种概念，它其实就是一个博取眼球。再说你是一个大 V， 在公众心目当中，在网民心目当中可能有一定的可信度，要比一般网民的可信度要高，往往会消费者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这种心态去进行消费。今年1月下旬，上海警方在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针对任某在网上发表并传播不实信息，进而对某茶饮企业造成严重影响的违法行为，对犯罪嫌疑人任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涉及网络谣言不仅直接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更会误导消费者的判断，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针对这一乱象，不仅公安机关在持续重拳出击，中央网信办等主管部门也从全国层面搭建辟谣联动体系，为企业维权撑腰。近年来，针对涉企网络谣言呈高发态势，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各地警方持续开展整治专项行动。今年以来，上海警方已查处涉企网络谣言案件23起，依法打击处理38人，累计清理涉企网络谣言信息3000余条，对210余个违规账号采取禁言封停措施。开设了多种形式的那个涉企谣言举报渠道，然后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像我们上海网警有公众号，开设了一个私信功能。同时呢，我们在上海全市范围呢，也开设了33个那个守护驿站，主要是集中在各个工业园区、产业园区之类的，那么方便企业呢就近那个到守护驿站进行一个报案。重拳整治的同时，中央网信办也从全国层面布局，搭建起系统化的网络辟谣体系。
针对涉企网络谣言的专项治理举措持续落地，为企业应对谣言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牵头建立了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截至目前，已初步形成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联动辟谣工作格局。在2025年6月，试点建立了涉企网络辟谣工作直联点，首批设立了6家大型企业作为试点单位。我们直接指导直联点企业收集报送网络谣言线索，积极发声，主动辟谣，对冲谣言负面影响，目前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效。据记者了解，从2023年开始，中央网信办连续3年开展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针对涉企侵权信息乱象、涉企网络黑嘴等进行专项整治。另外，2025年9月，中央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先后公布3批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大眼格说车、王武松、车报台等抹黑诋毁汽车企业的账号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网络辟谣是随时可以拿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要指导企业敢于拿起、善于使用这个武器，通过主动发声辟谣，坚决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能成为造谣的挡箭牌。打击涉企网络谣言，守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是监管部门的责任，也是平台企业和每个网民的义务。唯有各方携手，久久为功，才能让涉企网络谣言无处遁形，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为消费者提供真实可靠的消费信息。央视官宣以后，这个马逆马督公那是彻底的完蛋了。你看没看到央视那个结论呢？说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马逆这回成了这个犯罪人员了，他的账号马上就会被全网封禁，即便是关不了他几年，这个霸王茶姬对他提出的这个名誉侵权案索赔最起码得几百万，马逆交得起这个钱吗？有人说他当了这么多年大 V 了，能交得起啊？反正是你要知道这个法院一般是看人下菜碟的。中国呢是个信用社会，一查马逆有多少资产，人家那个企业就要求赔偿多少资产。这个精美的公知这回应该是倾家荡产呐，然后呢还可能吊儿郎当入狱了。2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